5月9號，莫斯科紅場閱兵剛一結束，俄羅斯總統普京呢就在記者會上拋出了一句備受關注的判斷：衝突正在接近尾聲。這場仗呢已經打了4年多了，這話從俄方嘴裡說出來，到底是真有十足的底氣，還是特意放出的外交煙霧彈呢？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咱們把這個時間倒回到5月4號，俄方呢首先宣布說这个为紀念衛國戰爭勝利日，將在8號到9號實施停火。基輔呢隨後跟進，從6號0時起單方面停火。7號呢，俄國防部呢又把這個停火時間延長到10號。那麼8號呢，美國從中協調，提出9號到11號停火3天同時呢互換1000名的戰俘的方案。俄烏雙方都表示願意接受。澤連斯基甚至簽署總統令，承諾在紅場閱兵期間不向該區域發動任何的襲擊。不過這個停火歸停火，雙方的嘴仗可沒停。俄方高層呢在9號的這個記者會上表態，藏着不少的關鍵信息。你看他明確說不會主動提議和澤連斯基見面，但是呢也不拒絕見面。地點呢可以選在莫斯科，也可以選在第三國。你看過去只是說我們可以見面，但是在莫斯科，因為他知道澤連斯基不敢來嘛，也不會來。但是現在拓寬了，反正我不會去基輔你也不會來，咱們可以在第三國。但是他又畫了一條底線，說兩個人見面只能是為了簽署協議，而不是坐下來開啟談判。說白了就是雙方沒把條件談妥之前，任何領導人層面的接觸都是多餘的，是吧？普京跟這個特朗普見了好幾回了，有什麼用呢？其實俄方現在說衝突接近尾聲，並不是說馬上就要停火撤軍，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是，西方花了4年時間給烏克蘭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還聯合了幾十個國家對俄實施制裁，本意呢是想拖垮俄方。可是這個戰略企圖已經徹底落空了。現在呢，歐洲深陷能源危機和通脹的泥潭，美國的注意力呢又被中東戰事呢分走了不少。俄美烏三方的談判就因為美國聚焦伊朗戰事而暫停了。那4年打下來，俄方呢沒被擊垮，反而西方陣營先露出了疲態。那麼戰場上的實際數據呢，也支撐着俄方的這份底氣。你看今年4月1號的俄國防部呢正式宣布，已經完全控制了盧甘斯克的全境。在4月21號呢，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呢再次確認了這一戰果。那麼這是衝突爆發以來呢，俄方第一次拿下了一個完整的洲際行政區。截止到目前呢，俄軍呢控制着烏克蘭大約18%的領土，包括了像克里米亞以及烏東4州的大部分區域。那麼在頓涅茨克的方向呢，俄軍已經攻入了克林坦斯諾夫卡的城區，佔領了多個片區，眼看呢就要切斷了德魯日科夫卡到這個康斯坦丁諾夫卡的這個公路要道。烏軍總司令這個薩爾斯基也公開承認，俄軍幾乎在整條戰線都加強了攻勢。單是波克羅夫斯克方向就集結了大約10.6萬人的兵力。俄方的戰略思路其實經歷過的這個明顯的調整。你看衝突初期，俄方試圖打這個閃電戰，但是在烏軍的頑強抵抗和北約的持續的軍援方面這個計劃就落空了。之後呢，俄方慢慢的轉向消耗戰模式，重新定義了勝利標準，就是不再追求全面的征服烏克蘭，而是把這個掌控戰場節奏，避免戰略失敗作為了一個核心目標。如今呢，盧甘斯克已經到手了，頓涅茨克呢也控制大半，戰線一直在穩步的推進。對俄方來說，這已經足夠讓他們有資本，是吧？主動提出停戰條件了。俄方的條件也很明確這個烏克蘭必須承諾永遠不加入北約，承認克里米亞和烏東4州的實際歸屬，還要完成所謂的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說到底，俄方就是想把這個通過軍事行動形成的地緣格局，用法律條約的形式給固定下來。那能做到嗎？這一下呢，難題就落在了基輔和西方身上。如果妥協，就意味着是吧，要承認領土損失也意味着西方呢在該地區的地緣影響力會收縮。可是如果拒絕呢，烏克蘭就得繼續承受人員傷亡和經濟上的重壓。據西方機構估算，4年下來呢，
俄軍傷亡已經超過了100萬，烏軍傷亡啊也有這個50、60萬。但是在兵員的動員和資源調配方面，俄軍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優勢。不過呀，雙方的这个根本分歧還遠沒有解決。俄方呢想把現在的格局呢固定下來，而烏克蘭和西方只願意沿着當前的這個戰線臨時停火，好趁機重整力量，為日後的反擊留有餘地。所以呢，這次短暫的停火對戰場的整體局勢影響有限，頂多是給雙方的社會爭取一個喘息的窗口。俄方特意選在勝利日這個特殊節點釋放衝突接近尾聲的信號，本身它就是一種心理攻勢啊，也是一種外交姿態。那至於衝突是不是真的到了收尾的階段，還要看幾個關鍵因素啊。首先，美國中期選舉是吧，會不會改變其對烏的政策？中東戰事會把這個美國的精力牽扯多久？還有呢，歐洲是否真的準備好和莫斯科重新這個坐下來對話？畢竟真正的和平從來都不是某一方說停就能實現的。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的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